爹啊，现在怎么办？拜还是不拜啊？儿子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龚老板，好说。啊，一切都好说。哼。融了。按说这潘小安不是抱来的呀。哎呀，谁把我碗放这儿了？也融了。哎呀，难不成我们仨是哥仨？呸！谁告诉我这破招的？先进科技，太医院，这帮太医院的专家真够不靠谱的。事到如今，我也只能想想办法，扩大我们的宣传了。哎呦，小潘员外，今天心情这么好，这是去哪儿啊？托福，我去给我爹抓点金疮药。哦，嘿，要说你们爷俩这关系处得还真不错。你对老潘员外是孝敬有加，老潘员外对你呢，更是不薄。哎呀，你们这关系是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亲生不亲生的？得了，别这儿跟我遮遮掩掩的了。有谁不知道你潘小安不是潘老员外亲生的？不是，哎，吴都头，这种没有素质、没有智商、没有道德的话，到底是谁传的呀？我潘小安，好歹也是大宋青年蹴鞠队的替补队员，怎么可能是野孩子呢？哎呀，全镇人都知道，其实也没什么。你不就是潘老员外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吗？嗨，吴都头，你要知道，现在这个社会啊，人不能红，人一红，他们就毁坏你的名誉，就侮辱你的名誉，你知道吗？是，像这种毁坏别人名誉的人，一定要绳之于法。是啊，像我这样的杰出青年，赛过吕布，不让潘安，哼，怎么可能是捡回来的呢？说的也对，英雄不问出处嘛。咱们说点更重要的事。听说你最近和龚老板走得很近呢。那是，这龚老板来历啊，我不告诉你。你就是想说，我也不想听。连自己身世都搞不清的人，能有什么准确的消息啊？哎，吴都头，你不要以为自己是衙门的人就可以乱说话。这龚老板的来历很大，非常大，特别大，大的让你惹不起。再大，他能大过皇上去？难不成他是宫里的人？不是，你怎么知道？哼，我就知道他会这么吹。就他这副德行，怎么看也不像宫里来的人吧？充其量也就是边陲小镇的一个地主老财，跑出来招摇撞骗。也就是你这种小青年容易相信别人，当心点吧。你有什么证据啊？我听说此人在镇上只打听某个时辰出生的人，就凭我赛过包拯包大人的第六感，总觉得这里边有个惊天大阴谋。哎，打听几个生辰八字就有什么阴谋？吴都头，你是不是想破案，想立功想疯了吧？你才疯了呢！你也不想想，他在镇上只打听20年前4月初10出生的。对啊，难不成那龚老板想找失散多年的儿子什么的？
这个我可以保证，他绝对不会有儿子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难不成龚老板是个太监？呸！这种咒人断子绝孙的话，还是不要说的好啊！哎呀，容易折寿。我到底是不是我爹亲生的呢？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。万一我是捡回来的，这地位可不稳固啊。最近，我听说开药房连锁店的那个何老板，又搞了帮小的，生了个老儿子。哎呀，那老爷极为喜欢呐，那大公子、二公子都靠边站。那个大老婆在家里哭多少次了都。哎呦，太可怜了。行了，你别转了。主要是那个大公子、二公子不生气呀，那老爷早看不顺眼了。如果我爹在有生之年也娶个小老婆，给我生个小弟弟，那我这捡来的公子地位就会一落千丈，然后被他们3个赶出门，回到我的老家垃圾堆里去。天哪，不行，我必须悄悄查访我的真实身份。公子，您这是有心事儿啊？关你屁事！主要是公子不开心的话，老爷他骂我呀。行了，你就别提我爹了。难不成是跟老爷发生了矛盾？没有。那就好，因为我听市井上那些人说，哎呀，传言呢，太难听。哎呀，太难听了。那太难听了。你敢不敢说出来给我听听？我不敢，我没法说。我要是说的话，你跟老爷一天打我8遍，那我不说。哎呀，不说，我保证不打你，说来听听啊！来，肯定不打你，肯定不打你。他们说你是捡的。你这臭小子，你这臭小子说什么呢？哎呀，我正为这事发愁呢。而且他们还说，公子的生日跟丢了那个乐舞百戏图是一天，极有可能是宫中狸猫换出来的太子啊！我是龙主，正是啊，太子，没错，太子陛下。现在当务之急就是看看老爷那儿有没有那个乐舞百戏图，如果有的话，那就板上钉钉啊！哎，我怎么没听我爹说过这事儿？哎，公子你傻呀！你才傻呢你！公子，您这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啊！你说，如果你要是暴露了你的真实身份的话，皇后她老人家要是知道的话，那啪死了，死了。那我该怎么办呢？我觉得当务之急就是搞到那个乐舞百戏图，之后一切方可迎刃而解。现在这么着，你去把我爹带出去转转，我去他的房间的箱子里翻个底儿朝天。耶！说干就干，说干就干，说干就干，说干就干。爹啊，这俗话说啊，
饭后100步走，能活99。啊，您老憋在屋里，万一得个3高，那怎么办呢？哎呦喂，嗨，我是该想的福都想尽了，这活多大的岁数还重要吗？哎，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！啊，现在啊，都讲究个生活质量。哎呀，我做了一辈子的中产阶级，现在有你这么个孝顺儿子，我还图什么呀？好，啊！哎呀，爹，我有个事儿想问问您。哦，这个，在我出生的那年，蹴鞠镇有没有出现什么抱错孩子啊、送来的婴儿这样的事儿啊？抱错的孩子送来的婴儿，哎呦，这都有20多年了，我得好好想想。这个没有。哎，你问这事儿干什么呀？爹，有人说我是捡来的。嗯，谁这么乱嚼舌根子呀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你妈当时怀着你，撅着个大肚子，这满镇子到处绕，这镇上人都知道啊。如果你这个不是我亲生的，那这么大的家业，能都传给你妈？这傻孩子。那倒也是啊。谁这么乱嚼舌根子呀？你告诉我，我跟武都头说去，治他的罪。就是武都头说的。武都头？那我告诉县太爷去，我给他罪加一等。哎，别，爹，那个武都头他也是听别人说的，他是好心告诉我，他自己也不相信。哦，那就算了。哎呦，爹，我这肚子，哎呦，这肚子怎么又疼了？哎呦，你是不是又去瓦舍吃李天照做的饭去了？啊，对，又吃了。你说你这孩子，哎，你带我爹出去溜达，我先去茅房了。爹，快去！这小子，来这边请。真是走。哎呀，你吃了吗？吃了之后还买了芥末，挺好吃的。这月舞百戏图到底藏哪儿了？公子，哎呦，你吓我一跳啊！你，公子，老爷在瓦舍喝茶呢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我爹也不知道把月舞百戏图藏到哪儿了。这属耗子的，这么大的宅子，让我到哪儿找去啊？说不定藏在外面假山底下呢。公子啊，你这么找也不是个事儿啊。来，公子过来呀！干嘛呀？我刚才给你想了个好主意。什么主意啊？先给我倒杯水。嘿，我这……哎，公子，快说，说的好有赏。哦，公子，不如我们来一次假绑架。我去岛上找2个兄弟，到时候给你绑。如果老爷愿意出钱，说明你是他亲儿子；如果你是捡来的，哎呀，好主意！公子，是吧？来，这样，明天你找2个靠谱的人，下午我就到瓦舍去喝茶，你让他们俩当着所有人的面把我绑起来，这样啊，他们就会相信我真的被绑架了，然后你们再给我爹送勒索信。好，如果老爷肯出钱，你俩肯定骨肉相连呢。好，这事办成啊，我对你重重有赏。谢谢公子。想不到你这智商，居然也能想出这样的好主意，妙哉！谢谢公子。公子，明天中午你看门口停个马车，你就说明已经准备好了。哟，
看来假绑匪已经在喝茶了。我最好再使点招，让瓦舍里的闲人都注意我，亲眼看见我被绑架。就这么办。二位有空常来啊，慢走，你慢走啊。哎呦，有钱人，有钱人好啊。哎，潘公子啊，今天怎么有雅兴来瓦舍呀？啊，来，走。哎，公子这边走。哎，来，潘公子这边。哟，人潮汹涌啊！来，打赏你的，别嫌少啊！公子，有钱人，大气。哎，坐，我去给你准备水果啊。去吧啊！看来这两位就是庞贤请过来的绑匪。大家安静一下啊！今天本公子高兴，所有的酒水我请了。好，哎呀，潘公子真是大方啊！今儿不知道用。洪秀怎么刺激他了？让他今天有空来大把花钱。有钱赚你还有意见？当然有意见了。等我嫁过去，他们家钱都归我管。他现在这样大把花钱，我看着心疼。哎，公子，吃水果啊！哎，你上回受的伤都好了吗？这不一直在养伤吗？都在家里宅了快半个多月了。哎呦，是，您看我要是没事的时候，也在家里面宅着。我呸！有钱人才能叫宅啊，那有钱人才能叫单身。你呀，那叫打光棍儿。你连裸婚都配不上。配不上。这俩怎么还不动手啊？来了，终于来了！赶紧动手啊！快点动手！大哥，有什么话好说？我有的是钱，闭嘴！有的是钱，没钱还不找你呢，跟我们走！光天化日之下绑票啊！快通知我爹，让他拿钱赎人！快通知我爹，赶紧拿钱赎人呐！通知我爹！快通知我爹呀！小安，站住！怎么了？小安！赶紧的吧，说好下午绑，这都中午了。这还能赶上苏局镇吗？怕是来不及了吧？哎呀，谁知道刚才堵车堵这么严重啊，满车都堵。哎，告诉你们家潘公子，我绑票的时候他可别乱动，他一乱动，我可能会揍人。你放心吧，我都跟潘公子说好了，他只会大喊大叫，绝对不会动手。啊，你们就正常来。我这少说也绑过70、80回了，这主动让绑的还真是头一回。哎，我可跟你说好了，事儿办不成，照样得给我们工钱。哎，对，放心吧，你得照样给我们钱。我们现在事业正处于上升期，档期排得满满的。我们明天还得绑2件呢。哎呀，放心，赶紧赶路，公子已经在瓦舍等我们了，快！快！哎呀，快点！记得叫我爹来交赎金啊！快点，万一五都头来就麻烦了啊！快！我们一起死！别追了，他们手里有刀，你追什么呀？有刀怎么了？
有刀我不怕。哎呀呀呀！听我说，这个潘小安啊会功夫，绑匪那么容易就绑到他了吗？那你的意思是绑匪是假扮的？那还用说吗？这表演流于表面，略显浮夸。不可能，你没听见他刚才叫的多惨呀！你就相信我，肯定是假的。假的啊？真的是假的？希望是假的吧。如果他有什么三长两短，那我也不想活了。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！哎呦，这。来，你要坐这儿等啊。走吧。你们回去吧。走吧。嘿，小子，刚才爬得挺利索呀。行了，别逗了，别演戏了，都已经出了蹴鞠阵很远了。你再敢乱动，我就一刀一刀的把你片成烤鸭。哎，行了吧？老师，行了，别乱动。你们还挺专业的，不是跟庞贤都说好了吗？这假装把我绑出蹴鞠阵就完事了？什么庞贤庞蛋的，老子不认识。你们俩不是庞贤叫过来的假绑匪吗？假绑匪？哼！你看我们这装扮，我们这气质，哪儿像是假的呀？我们是如假包换的，真绑匪！哎，行了，别跟他废话了，让他闭嘴。好。哎，兄弟，你看还得说人家大城市。哎，你看看这啊！哎，刚才在车上说的就是那儿吧？啊？我们一会儿各走各的啊！我跟潘公子约好了，进了瓦舍是垫上桌子就谈，不要绑错了啊！啊，哎呀，允哥，哎，我们公子在里面吗？公子啊？你们公子不是被人绑走了吗？啊，不对啊！真有意思。哎，允哥。我们要动手了！别，出事了！公子让人绑走了。哎，胖子，老子告诉你了，我们档期很满的，早知不接你这小活了。哎呀，是谁把你们请来的？跟谁喊呢？什么大活小活的？你这脸怎么搞的？半夜上厕所，脸撞树上了。哎呦，你也太不小心了，真是的。赶巧了。哎，小安呢？啊，冰老爷，公子他上午出去，然后下午回来，然后晚上他说他不天黑前就接他。公子，对不起了，你没有完成的任务，我替你完成吧。你要是在天有灵的话，就保佑我的谎言别被老爷发现。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哎呀，老爷，谁？好呀，黑影过去了，黑影，你看见没？哎呀妈，过去了，哪儿呢？刺客。哎呦，老爷没事吧？哎呀，这吓死我了！这什么？老爷别当有毒！哎呀，哎呀！哎呦，是封信。打开念念。你完了啊？什么？啊，他写繁体字。哦，你儿子潘小安在我们手中，如果还想让他
给你养老送终的话，请于3天之内将1万两啊放哪儿啊？放在村头树洞里放好。然后在你家院里挂上红旗，挂杆上一盏灯笼亮了就通知我们，否则那些银子就留着干什么？留着出殡用啊！绑架啊！还走，快跟我去找武豆豆去！啊，走啊，老爷，你快去啊，老爷！哎呀，倒霉少爷呀！武豆豆啊，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啊，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啊！你可得要为我们家武豆豆啊，你要救救我们家小安呐，为我做主啊！老员外，您别着急啊，这件事儿经过我的多方面调查的结果，是有点蹊跷的。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庞贤啊，你先扶好潘老员外。哦，扶好了。据我多年的经验推断，8成是您的儿子受恶人的蛊惑，在玩仙人跳啊！哎呀！起来！你这废物，是让你扶我，不是我扶你，扶着。武都头啊，你把话说清楚了。这个，据我的判断呢，这件事儿是因为您的儿子缺钱花了，他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，目的呢就是想从您那儿多弄几个钱花。不可能啊！我们家小安的脑袋又没让门拍过，他怎么能干这种傻事儿呢？这个让门拍没拍过我不知道，但是据目击证人的反映，您家小安呢在进入瓦舍前，有用眼神跟那2个绑匪打过招呼，而且显得很熟络。在绑架之后啊，您家小安是自己爬上车，还找了一个很好的位置躺下。您觉得这是一个正常被绑架的人质应该做的事情吗？这个不孝的东西，害我在这儿，还为他着急，还准备了1万两银子，准备去救他。看来公子果然不是潘老爷亲生的。这下潘老爷您应该放心了吧？放心？我还不管他了呢。他还寄来信，信里说要是我同意的话，就让我把灯笼挂在旗杆上。庞贤，老爷，是不是要把旗杆挂灯笼上啊？不是什么啊？挂个灯笼在旗杆上啊？我把你挂旗杆上去，去把那旗杆给我砍喽！老爷，那万一要是绑匪呢？绑匪？武都头说的那还不够清楚吗？他说的不清楚啊？清楚。那还不赶快去砍旗杆？是。我要那个小混蛋和那几个假绑匪都知道，我老是老了，但我还不糊涂。潘老爷，您这么做就对了。我敢保证，过不了2天，您家的宝贝儿子没钱花，就会乖乖的回家了。回来，我把他挂到旗杆上头。两位爷，手下饶命！信啊，只要一送出去，我爹肯定拿钱来赎人。到时候你们把我放了，这银子少不了你们的。你给我闭嘴！死到临头了，话还那么多，动手！这个不孝之子，现在又不知道在哪儿，大呼小叫，花天酒地的，真是要气死我呀！老爷别生气，说不定公子他正在外面受苦呢。你知道点什么呀？我不知道。等他回来，要是让我知道你也参与了什么事儿，看我不收拾你们2个！不敢。真是气死我了！你们要干嘛？这是干什么？让你人头落地！不是，
还没送信呢，你怎么就撕票了？你们？我们本来就不是奔这银子来的，我们是受人之托，来取你性命的。啊？谁呀？商业秘密。哎，等一等，他们给了多少钱？关你鸟事！我爹给你们双倍的价钱，不，给你们10倍的价钱，怎么样？真的吗？那当然，你们也不去打听打听，我们潘家可是蹴鞠镇第1首富。啊，你这是瞧不起我们的职业？没有，我非常瞧得起你们。你们2位爷要是把我放了，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啊！哎，行了，你爹真肯为你出银子？那当然了，我是我爹唯一的儿子，这所有的钱以后都是给我的。哎，所以说咱们就快点走啊！好，也算是我们哥俩发发善心，先把你这条命再系上2天，等你家的老东西愿意出银子赎你，我们就放了你。谢谢2位爷，谢谢2位爷，不杀之恩。2位大侠，咱们现在就回去找个地方写信。好啊，走，走，哎，走前面，快！给我记住，等他回来之后，看我不打断你们俩的狗腿！这是什么？老爷剑！打开看看。啊！哎呦！又来信了。肯定是看我不给他钱，亲自写信来催来了。这个败家子儿，啊，一看就是这小兔崽子的字儿。父亲大人在上，我被2位大侠保护中，请准备好1万两银子来赎人。哼，我呸！哼，这绑匪就绑匪吧，还大侠。老爷息怒，下面是重点。具体办法，明天中午你们在桥上等候，等一艘船路过桥洞时，如果艄公突然用撑杆敲打桥墩，你们就把准备好的银袋扔到船舱里，他们收到钱就会放人。还要我1万两，他至少也分给那些人7、8千两。这个败家子儿！老爷，那这么拖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。好，你不是在这儿骗我吗？我明天也找个人写通告，我全都贴出去，说你也不是我们潘家的人，跟我没有血统。如果土匪愿意留他就留他，不愿意留他，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去。那老爷，如果是真绑匪呢？赶紧去找人去写。是，快去。亲爱的绑匪，你们绑走了潘小安，其实不是我的亲生儿子啊。他生性顽劣，不做正事，我早想把这个养子赶出家门。多谢诸位江湖人士帮我出手，愿杀愿埋，悉听尊便。顺便告诉他，来年我给他烧纸，潘员外敬上。这事儿热闹了啊！小潘潘，你赶快回来吧，别再玩火了。还小潘潘呢？人家潘员外都说了，他不是他亲生儿子，还不知道姓什么呢。我说你就别做你那少奶奶梦了。庸俗！你们以为我真爱他的钱啊？我爱的是他的灵魂。准不好啊，你很快就能看见小潘潘的灵魂喽。呸！
我们公子福大命大，来，给。公公这一招真是一石二鸟，一箭双雕，匠心独运，老奸巨猾呀！夸人都不会夸。唉，现在这些所谓的专家，真是不靠谱啊！这年头还得靠自己。这招可真灵，把他们2个人一绑，就能试出这潘员外和潘小安是不是亲爷俩。那潘老员外不舍得花那几个钱，连潘小安的性命都不要了。哼，最好是趁着乱乎劲儿，一刀把那个潘小安给砍了，这样也就一了百了了。咱们也总算没有辜负了皇后。那小的得提前祝贺公公立下一件大功，前途无量啊！大哥，潘老爷子简直就是个铁公鸡，舍命不舍财。你看怎么办？怎么了这是？铁公鸡还能掉点铁锈呢？我看你爹就是个不锈钢公鸡。原来我真不是我爹亲生的呀！啊？哦，搞了半天，你真不是你爹亲生的儿子啊？啊？他会数你那么多钱吗？啊，真是太缺德了你啊！你为什么不浪费我们生命？这有空我们都做好几单生意了。别打！哎，本来啊，我们哥俩已经让你多活了2天，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到了下面变了小鬼，别缠我们哥俩，动手。干嘛呀这是？等等，我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有使点力气吧，留着话跟阎王爷慢慢的解释吧。哎呀，我是太子。啊？